大家好啊，我是机械教育的青阳。那么今天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鼠标的全 3D 模具设计啊。我们今天呢讲到我们的第一节课啊，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前期分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产品啊。那么各位看到这个 3D 啊，应该都对它不陌生是吧？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鼠标的一个壳子，对不对？那么我们首先要去设计我们的这一套模具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得要了解清楚它的一个信息啊。那这个模具是做的是要求是做细水口模具啊，细水口模胚它要求是细水口。那么我们做的是1:1材质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 ABS 材质，我们的缩水率就5%的一个缩水。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去分析它，我们去分析什么呢？那么我们主要的分析就是看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是否有我们的一些扣位，它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脱模的这些东西，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分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点。还有就是分析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它有没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这些倒扣不能出模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分析出这些问题的话，我们需要去跟我们的这个客户去沟通，对不对？这也就是我们可能俗称的你在公司里面，你可能你或者是你自己有听说过的人家说的什么 DFM 这些资料呢？那这就是你分析出了这个产品的问题，你需要去跟你的这个客户沟通。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 DFM 的这个制作出来的一个东西了。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我们这个产品如果没啥其他的一些需要去跟他沟通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去做它。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对我们的模具进行设计。那么我们首先通过学历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产品里面，那么可能最多的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前模这边好像没啥什么问题，对不对？都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这里的这个分型下去是吧？这边都是一个正常的分型线。那么我们这里面它都是可以出模的这些地方我们的这个两个颜色相交的分型的这个位置它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这些倒扣，是吧？那么我们这里面只是看到了有什么呢？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绿色的面，对不对？那么这个绿色面得需要干嘛呢？那我们在开模的时候，我们这些绿色面我们就得需要去做一个拔模处理，是不是？那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我们的这个拔模去处理它了。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个这个产品里面拔模的这个绿色面也并不多，就有一些比如我们这些骨位，对不对？你像这些柱位，我们如果做视同针的话，那么这些柱位我们就可以选择不用去拔模它了。那其实我们这里面这个产品里面还有就是我们这里只有这两个小扣位，对吧？这两个扣位我们做斜顶，这一个这两边有一个对称的形状，这里两个外面就没有什么结构的。那主要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绿色面，还有我们这个柱子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柱子它这个柱子这里面呢，我们这里它是做了这个倒角做了这个倒角的话，我们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做丝铜针，如果你去做丝铜你像这里面内针这里面我们量这个 C 角的阿洛角，这里面我们就去到 3.2 了，3.2，那时候我们内针就是 3.5 的话，这个外针这个平台这里面呢 4.5 不到，那这里面很明显做不了这个丝铜。那这里面我们来怎么办呢？我们得需要可能要考虑让它把这个 C 角这里面这个 C 角这里面我们要去掉它，去掉 C 角之后呢，我们这里面这个丝铜针这里是平的，我们这个丝铜针就铜径就变大了，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到5了，那里面就是 3.5 3.5 的内针，那么就是5个毫米的外针。这里面这个 C 角这里面我们肯定是如果要做丝铜针，我们这里肯定是要让它去掉，不然的话你这里面的丝铜里面针是 3.5， 你不去 C 角这里面来到 4.4， 那么我们到时候这个丝铜针，对吧？丝铜针的这个壁厚这里面我们这个厚度它就变得非常的薄了。那这个厚度比较薄了，我们这个丝铜这个顶出效果就没有了，同时我们这个针可能也不太好去做得出来这个成本就有点太高了，你的壁厚不够，那么你顶出的力度也不行，那么我们这里面可能就做不了这个丝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这个 C 角可能要去掉它。那我们再来看这里面的这几个呢，我们的这一个外针有4.25，那么我们就是4.5的咯你内针呢？内针我们可以做到2.5的 4.5， 那我们这个也可以做丝铜，也没啥问题。还有就是这一个，对吧？这个内针这个 1.05 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在 2.5 左右的这个内针。那么你再看这个外针的话，我们不到4，那可能我们这个 C 角也可以也要让它取消掉这个。如果你要去我们这里面我们要去做这个丝铜针但是我们这个模具里面我们是做1:1的话，那么这里面这个丝铜针可能就这里面这两个可能就不太好去做到丝铜针了。为什么？因为但是我们这里面我们1:1的话，我们中间这里面有一个 KO 孔，是不是这里面我们有 KO 孔的这里面我们就先不管它到后面我们做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个斜率分析，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去做到一些拔模的这些地方。那我们这里面我们去做拔模的话，在这里面像这些骨位我们就直接你可以直接自己去把它给拔掉就行了。那么我们在拔完之后呢，我们保证这里面这个面的一个强度，这是我们做设计里面那么做这个拔模要去做拔模的东西里面，我们一定得要去干嘛呢？一定得要去考虑到一个你拔完之后这个骨位的一个它的一个小端，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骨位它这个是1.0的。那么你在拔模的时候，你拔多少度呢？这是我们很多同学可能在做这个拔模这里面不太清楚的一个点。那你去拔，你不能说我想给它拔个0.5度，拔个0.3度，你就这样子去拔。这里面我们千万不能这么去做你千万不能自己想拔多少就拔多少。这里面我们得干嘛呢？我们得要搞清楚这里面你拔了之后，我们这个骨位到时候这个小端如果你保持的太小了，到时候我们这个成型它是走不满的，走胶走不满的。但是这里面呢，你在这里你实在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参考人家的这里面拔好的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是小端是1.0，那就证明他以前在这产品设计在做这个骨位的时候，他是做的是夹胶拔模，对不对？那我们就说了，我们经常说的听到说的，我们做模具做拔模的话，我们这里面我们是不能去做夹胶的，对不对？那夹胶拔模你得干嘛？你得要去跟你的这个客户去沟通，他同意了你才能够去夹胶。那么根据它这里面做好的这些拔模的这个骨位，那么这里面我们的这个拔模的话，你可能就这里面我们去拔项的这些骨位都是这个1.3呢，我们这个可以剪胶。那我们像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的这里面我们就需要这里这个叫夹胶了，这个小端1.0我们就要往下拔，对不对？往下拔的话，这里面就是一个夹胶。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怎么办呢？你就需要去跟你的这个客户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资料，或者是不用详细也行，你要怎么做呢？这里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资料呗。那比如说在这里面我就新建我们的这个一个幻灯片出来，幻灯片建出来，我们干嘛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你可以把这里这一个整出来做这里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斜率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位置在这里面我们截一张图出来，对不对？截张图干嘛呢？截张图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下面可以写清楚那么我们后模骨位后模直身面骨位绿色面骨位没有没出模角度。那么我们这里面我们就要让它干嘛呢？就要让它请增加，对不对？出模角度。那么我们这里面第一个我们写的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客户去改这个产品，如果他不改，我们就只能自己我们就需要自己去改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给他写出这里面加这个角度，那么我们这里面要怎么去加，对不对？我们这里面我们就让他我们这里面我们就给他直接写一个小端小头吧，保证骨位小头1毫米1毫米。那么我们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给他写清楚在这里面我们就让他保证这个骨位的小头是1毫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写出直接给他来2个箭头指出来，比如我们这个骨位是1毫米的，对不对？这个1毫米。那么我们把这些骨位，这个1.3的我们就不要让它去夹胶了。我们这里面我们1.3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剪胶了。你夹胶夹得太厚，你的头部太厚了，那么这里面你保证到时候表面这里面会缩水，对不对？那我们它这边都是这样子保证的小头1.0，我们这里就写上。那么我们这里面这几条骨位小头1毫米夹胶，这里面就是夹胶拔模。那这边呢，我们就直接可以给它填个红色填个红色的。那你像我们这里这条骨位呢，这条骨位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你在这边你再给它写一个剪胶OK。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写啊，这里面你告诉他，我们就给他写清楚，或者是你在一张图上面你不显示啊，一个显示加胶，一个显示减胶，你就再新建一个 PPT， 你把要减胶拔模的这里面你给它指出来，这里面对不对？那么这种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把它，你像我们改这些东西啊，它改起来拔模的话就比较简单了，你就不用去啊让客户去给你去做这一拔模。如果是曲面的啊，我们自己拔模拔不了的，那你可以啊让客户的产品设计帮我们去改这个产品，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这里面我们分析出这个产品里面啊这些拔模的这个股位，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去啊做了一个指示。那么我们这些绿色的这个柱子呢？绿色的这个柱子呢，我们这里面我们做视同针的，我们就不用去拔模了。那如果不做视同针，做不了视同针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间这里啊，那做不了这个视同针的，你也需要去跟他去啊做一个沟通，是不是？那我们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直接，你像这里面我们可以再给他截个图出去，是吧？截图出去干嘛呢？你像我们这里面，我们这个柱子 ，OK， 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这边的这个呢，你可以复制一个过来。那我们这几个柱子啊，可以直接啊，你给它指出来。我们这里面再把这个柱子，是吧？我们这里这个圆柱，这个圆柱为什么一定要去给它提呢？因为这个圆柱很多它都是一个装配的啊，是一个需要去装配的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圆柱这里面我们就给它可以提出来啊，这几条圆柱啊，圆柱，那么我们单边剪胶。0.1 毫米拔模，我们可以给它整小一点点。那在这里面主要的取决于它这个装配里面的这个公差的一个范围啊，公差大小，因为这里面它没有2D 产品图段，你不知道这个公差，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我们就按照这里面单边给它剪个10个丝，或者这里面我们剪胶5个丝，对吧？5个丝到10个丝，你会给它写个范围0.05到0.1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给他写一个在大概的这个范围，让他这里面去做这个拔模，让人家知晓我们这里面做模具的时候，我们是对它进行了我们的一个拔模剪胶的一个处理。因为这里面这个骨位比较高的，特别是我们这只是高的骨位啊，如果你不去做拔模的话，那么到时候我们的模具里面你顶出这里面肯定是很困难的啊。这里面呢很容易就出现粘模的这个情况了。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中间。它要做 KO 孔，我们又做不了视同针，那么这是高的这个，那肯定一定要把我说，我们就把这4只你同样的全部可以把它给做出来，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析，了解对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整出来的做出来的这个做了2个这个比较简单的去跟客户沟通的这个资料，对吧？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我们这节课的知识点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系统课程。我们的系统班是从软件零基础开始学起，难度逐步提升加工结构工厂做事的流程标准。通过4个半月在线学习，那么完整的学会模具设计学完能独立胜任模具设计的这个岗位。那不需要全职学习学完不需要去做学徒。对模具设计感兴趣想转行的同学，可以扫一扫2维码，添加老师的好友，领取详细的课程大纲，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最后祝同学们学有所成。